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欢迎来到本期的版本分析。本期节目，我想帮助大伙梳理一些在观赛时会让大家产生疑惑的地方，比如为什么很多队伍开始玩大树打野，为啥 IG 那么爱玩阿罗拉摇摆，包括 BLG 最近的炸弹人中路，到底底层逻辑是什么？很多大家平时注意不到的点，我都会列出来进行一个分析。我相信看完本期分析，你会在后面的观赛过程中有不一样的理解，而且你放心，即便你是鱼玩家，也能看懂。当然，我们先从 LCK 那边的理解看起。Xiaomi 呢有一个比较独门的小思路，目前的主流符文机实力一般呢，我们第一个会点攻速，第二个点适应之力，而第二排点移速的英雄实际上是非常少见的。点移速的一般也都是辅助位，唯独有一个英雄在中路是例外，那就是卡牌。卡牌会在第二排点移速来替代适应之力，也就是说少了9点法强换取更高的移速。可这个2%的额外移速它是只计算基础移速的，所以实际上的提升也就7点左右，而1级的草鞋能提供的额外移速就有25点了，一般第一轮回家也都会有，所以这7点移速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不如9点法强的适应之力，毕竟中路它需要法强去推线嘛，也就是卡牌这种特别需要移速的英雄会带了。但 Xiaomi 偏偏基于这个理解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作为 LCK 第一赛段第一个掏出卡牌的选手，他发现7点移速的优势非常适合他前期做拉扯。他的理解是这样的：9点适应之力转化为法强，在前期对于换血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很多法师他的技能加成并不高，比如瑞兹，他的3个技能法强加成都不够50%。那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计算魔抗的抵消，所以实际上这类低加成的法师，他在换血时9点法强的价值并不高。而Xiaomi表示，那既然如此，我不如换成移速，换得一个更舒服的拉扯空间，这是他在6月份卡牌版本加强后新思考的一个理解。因为在5月打 KT 比赛里此时 Xiaomi 都还是一个攻速加适应之力的点法，而在25.11版本拳头加强了卡牌， Xiaomi 在尝试卡牌的过程中发现这套移速意外的适合他，于是在 MSI 和 EWC 上 Xiaomi 开始在使用瑞兹、卡牌、维克多这3个英雄时，都采取了放弃法强，用移速来给自己更多拉扯空间的这么一个符文搭配，这个算是Xiaomi的独家理解。因为我对比了 LCK 那边其他选手玩同样的英雄时，除了卡牌大家都会点移速外，像维克多和瑞兹，其实大家都是点通用的法强加攻速，只有 Xiaomi 是点移速的。而且并不是说我打特定的英雄会这么点，而是变成了 Xiaomi 个人的通解。7点移速给了 Xiaomi 更好的拉扯空间，可能对于他来讲只要能够利用这个移速多一次平 A， 那在换血的价值上，那确实就会比法强更高了，而且拉脱小兵的仇恨也更容易。当然，这是只讨论换血的情况下，而如果考虑推线，那肯定是法强更百搭。就我不知道是Xiaomi个人能力拔群，所以这2%的移速价值高，还是因为这套打法确实让顶级中路发挥的更舒服。但我们从实战例子来讲，确实它是有效果的。MSI 决赛上，Xiaomi 的瑞兹打 Faker 的加里奥，瑞兹的移动速度是340，和加里奥本身是一样的，而平 A 它会原地不动，两者一样的情况下，理论上能够普攻压血的频次并没有那么高。可瑞兹由于点了迅捷，再加上2%的移速，所以出门的移速就来到了350，多10点移速，说高也确实不高，但在顶级选手里可能确实是不一样的。从上帝视角来看，瑞兹好像拉扯的也确实更舒服了一点。如果说这场打加里奥是长手打短手，那么面对香克斯的蛇女 counter， 瑞兹这套移速流的效果也确实还可以，因为蛇女它是不能买鞋的嘛，移速是随着等级提升来给的。那蛇女1级出门的移速只有基础的328加每级的4点，那出门只有332，可瑞兹出门则是直接是350了。蛇女想在前期用 Q 给予的移速来进行换血就没那么容易，毕竟1级2个英雄移速差距就有18点，领先半只脚嘛。而即便蛇女到了3级，两者也还差10点移速。那这个时间点开始，瑞兹已经可以随便打出风骑去拉开了，对线压力就没那么大。当然，这场对线更多的还是因为1级青钢引来恶心人，不是纯粹的对线。但可能在Xiaomi的手里，这样的移速优势确实能够让他在对线更舒服。而Xiaomi的移速符文，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 EWC 决赛上Xiaomi用维克多打香克斯的发条这场，作为后置位 counter 选出的发条，香克斯肯定认为对线期他不吃亏，但实际上对线的效果就是维克多就是一直在拉扯香克斯的发条，因为发条的移速是很慢的那一档，只有325，而维克多335，天生领先10点的情况下，再加7点移速，那又是领先一只鞋了。就我毕竟不是中单嘛，这10点移速能够给中路带来多大的上限我不好说，但
但确实看得出啊，Chovy 拉扯挺从容的，也确实打出了优势嘛。目前来说，移速在中路依旧是一个特解，而非法强的通解。我个人认为，还是 Chovy 对于自己打法习惯的一种延伸。在歼几击败 KT 后，Chovy 面对采访也是分享了关于这个移速打法的思考。于是这2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LPL 的选手开始偷这套理解来用，比如多硬币和香克斯在玩瑞兹的时候都选择了带移速，但看下来效果似乎没有很明显。我个人觉得这套移速核心还是前期的换血，也就是通过移速去跟对手做血量上的交换，从而占据主动。但像多硬币这场瑞兹前期几乎没有做越线压制、走位拉扯，反而是给永恩拿到了反推的机会。当然不排除 NIP 他是故意放线给盲僧抓，但你玩这套移速，我个人觉得核心还是得在第一次回城前大伙都没鞋的情况下多进行换血，毕竟移速的价值就在于主动权。那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理解分析，接下来我们聊聊双 AP 和新英雄。这段时间，实际上很多队伍对于版本的开发重点都放在了 AP 英雄上，比如本来只有欧洲队爱玩，但这个赛段开打后，突然很多队伍开始整的 AP 大树，包括BLG的炸弹人 ，IG 很喜欢玩的那套兰博双 AP、阿罗拉摇摆这些，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件装备，那就是放血者的诅咒。这个装备的价值主要在叠满后能够给予对手30%魔抗的削减，就是 AP 版本的黑切嘛。放血者的诅咒在25.10版本是得到了加强，叠的速度更快了，法强也更高了。虽然这个削减的效果不会说因为你出2个就能继续叠加，但削减30%的魔抗，在这个版本其实价值很大。我们拿常规的战士为例，赵信18级裸装物抗是110，而魔抗则是67。在穿上常规3件套后，那物抗会来到115，魔抗则是87。此时的法伤减免能接近50%，而放血者的诅咒能够把3件套的前排魔抗削回到60，相当于白板嘛。这还仅仅是前排，实际上像基础魔抗和成长魔抗更低的 ADC 会更加的难受，加上放血者这个装备一般是第2件出，2件套的时间点，前排和 C 位也不可能18级，所以减魔抗的效果就更好了。毕竟减魔抗啊是全部队友都可以享受，所以现在就有一个新的生态理解，就是 AP 大哥正常出法穿，然后另一个能打 AOE 的 AP 负责叠放血者。实际上在第2赛段呢，放血者这个装备并不算很流行，也就兰博这个英雄会出，中路的话可能安妮会出的多一些。但大伙要知道，耐久度版本后它提升的并不仅仅是英雄的血量，它还增加了成长魔抗。在以前啊，魔抗它是不能成长的，一定得靠买，所以法师他就可以看着对方出不出魔抗来决定补不补法穿。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伙都有成长魔抗，等级越高越肉。而双抗这个东西，它又是百分比的抵扣，比如魔抗100的话，能大约抵消50%的法师伤害。而现在法师的主流出装也不是很追求爆发，都什么时光啊、面具啊这种，所以放血者这种叠层慢慢打的也符合版本节奏。这个版本我聊了很多次嘛，其实没什么出魔抗的空间，而物抗大伙很多主流装备反而都沾点，哪怕是法师也有护臂嘛，所以看下来呢，削减魔抗性价比就很高。于是现在很多队伍都开始找最大化这件装备价值的组合。我这样说吧，这个版本谁玩双 AP 没有人出放血者的，教练组基本都可以开了。但现在就有很多变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的成效，比如 IG 的阿罗拉体系嘛，第2赛段4把0胜率，那时候主要是希望拿到线权，它没有什么组合的说法。但第3赛段开始 ，IG 的阿罗拉体系就搭配了放血者作为强化，除了 V 的一把大树外，还有像 Rookie 的维克多、发条这种法师大核，他会出一个放血者来帮团队做增益。团战里呢，我放血者先削一轮魔抗，然后我再配上法穿棒子穿透，说实话打前排打后排都挺舒服的。第3赛段的阿罗拉战绩表现也比第2赛段要好很多，所以第3赛段往后，如果上野在除了兰博和格温这种常规上单 AP 外，能够拿到别的储备，那我觉得肯定能在全局 BP 中占据先机。实际上，包括 LCK 的很多队伍其实都在往这方面做构筑和科研了，比如韩华嘛，已经开始经典 AP 大树加沙皇了，甚至我们看到 AL、农心包括 TT， 他们会选择让中路出放血者，然后给兰博出更暴力法强装的空间。其实这就是一个谁搭台谁唱戏的区别，每个队伍还不一样。比如 IG 嘛，他们就是说The Shy 选阿罗拉，他不出放血者，转而让 Rookie 出，而 LCK 那边就是阿罗拉上单来出放血者，比如宙斯就是说我出放血者，然后让 Zeka 的发条出影焰，这种他没有什么最优解的说法，就是看队伍自己的侧重。其实这些体系它都是第2赛段的延伸，而目前最给我惊喜的还是BLG掏的炸弹人。炸弹人这个英雄啊，是在25.14版本得到了一些加强，主要是加成变高了。BLG目前的2把炸弹人，我觉得首先它契合
合版本的方向，你多一个 AP 选择肯定好。那这里我就得说一下了，厂长就感觉没有理解炸弹人这个英雄的价值，只是把他单纯的做沙皇的对位 counter。在打标剧的 BO3 里，京东是选择了让 Scott 的炸弹人来打 Knight 的沙皇，但问题是这个阵容其实没有什么和炸弹人的联动，如果仅仅是为了 counter 对线，就很容易像 IG 之前没有融入放学者的上单阿罗拉那样，就是你对线打的也没什么问题，但越到后面就越没用。我再次要跟大伙重复啊，这不是一个1打5的版本，单一英雄的强势是不够的，得要组合。京东这场出炸弹人配的是什么？手短偏防守的霞，上野更是大肉，就零羁绊，纯裸炸。当然输肯定不是说因为选炸弹人输，但这样去搭配炸弹人，说明京东的版本理解还不够到位。都是打沙皇嘛，左手的炸弹人明显是有理解的，他2局也都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出装。打微博那场炸弹人阵容因为搭配的是破克流维鲁斯，所以他在卢登后是直接补了法强更高的世界专注，视野加持加上一个大脆皮，那双破克阵容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被强开。而打滔博那局的炸弹人，由于 AD 是近，输出是需要他和兰博来做的，而兰博他肯定出放学者的情况下，炸弹人就走了一个火炬加面具的双烧，这样团战打前排老黑和日女的效率也会很高，而且双面具的灼烧它都是 AP 伤害嘛，2件套后炸弹人法穿鞋加法穿棒，再配上放学者，这把老黑和日女哪怕出了很多魔抗，也完全扛住破克，而后排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就看31分钟这里嘛，369的老黑在一开始其实并没有被巨魔吸大，就是被炸弹人家兰博打，随便烧一下血量就已经不健康了。包括后面的美魔团我们都可以看到标局的炸弹人体系，只要兰博叠好破魔，炸弹人真的就是随便炸，手又长，伤害又够。要知道老黑已经是每件装备都带魔抗，可一样下血下得很快，可见这套炸弹人体系是要能够正确发挥出效果，我认为是绝对有搞头的。总体来说，围绕着放学者双 AP 体系是目前职业赛场的主流开发方向。虽然也还有一些比较迟钝的队伍还在那里上单了 AP 自己出法穿棒，然后中路自己也补一个法穿，但我觉得往后开发放学者的队伍会越来越多的，双 AP 必有一个放学者，也肯定会成为赛场的主流。那最后我们来聊聊新英雄云阿娜。在本周呢，云阿娜赛场解禁，在 LPL 和 LCK 也都第一时间登上了赛场，强度是毋庸置疑的，排位和比赛表现都很猛。因为这个英雄的上手难度不算高，我甚至觉得再打1个月啊，他都要荣升狗子辈了。那先简单介绍一下技能组。其实说是技能，这个英雄其实全靠普攻。首先 Q 技能是核心，它的触发条件类似艾希 ，A 目标能够叠珠子，叠满后开启会有额外伤害，会给攻速，会给攻击特效，得到一个类似于轮子妈的扩散效果，也是这个英雄的核心输出手段。而 W 和 E 也是设计师经典了， W 呢是一个减速的小控制， E 则是给自己一个小加速，都比较普通吧。而云阿娜的大招更是简单粗暴，没有别的效果，就是强化一轮 QWE， 开了大招以后 Q 可以不用叠轮子就直接能触发，而 W 则变成泽力的激光，然后 E 本来是加速嘛，但强化以后就会变成类似于男枪 E 的位移，被动更是这些年少见的朴素了。以前看新英雄都是一大串字，现在云阿娜只有一行，这个暴击多一点魔法伤害算是和 Q 技能有点联动，但很明显新英雄就是标准的走 A 怪，输出主要靠 A， 本身云阿娜是没有百分比，但因为是混伤， Q 和被动都有一定的法术伤害，像战士类的前排吃的压力就会比较大，而坦克虽然能扛， Q 又自带扩散，所以前排能扛也不影响云阿娜的整体输出。而且虽然感觉打起来像泽力吃一定的大招，但云阿娜的射程并不短，有足足757码，所以对线强度也并不是很低。很多路人局对拼弱，是因为路人局对抗更激烈，爆发高的组合更吃香，包括符文嘛，大部分中低端的路人局辅助都不太会点像起风的秘籍这样的起级系，但高分局和职业赛场更强调拉扯的情况下，云阿娜反而表现更优秀。而且现在有个机制，当然也可以算 bug， 就是 Q 技能不是会给平 A 带扩散嘛，而飓风呢又可以附带攻击特效，那开 Q 的话，普攻打出去，飓风它会附带来自 Q 的弹射，那按照文字描述，这个弹射应该弹的是30%，但实际上主目标受到了这个弹射的攻击特效却是100%，所以云安娜出飓风的收益非常高，几乎是和飓风绑定了，所以云安娜呀，它不缺清线效率。而在手剑的选择上，我认为破败是远比荒野剑更适合赛场的。首先这个版本换线还是比较频繁，憋1300还是太难了，而破败小剑相对均衡。其次就是破败契合比赛的节奏，能够赋予 ADC 额外的主动权。云安娜呀，不像霞、女枪这种
别人劣势了，可以相对轻松的去做一个避战。往往中路两边 AD 他就只能会是一个对刷，等队友节奏。而云阿娜呢，有 E 的加速和 W 的巨额减速，在破坏到手后，他能够在中线提供自己出击的能力。云阿娜他完全可以靠着破败的减速，配合 E 的加速还有 W， 在线上主动找架打，哪怕没有击杀，甚至说我换血亏了，但我有破败也能保持住续航。而且这个强势期啊，会延续到飓风出来。除了女枪外，大部分 ADC 现在主流出装都是没有续航吸血的，所以云阿娜的个人优势非常容易转化为团队优势。而荒野界的出法，我也只看到农心的 C5 在出，而 LPL 这边都是破坏起手了，效果也明显更好，属于是进可攻退可守。我虽然一直认为这个版本的 C 位都是不能1打5的，但云阿娜确实算是意外，因为混伤太赖了。正常来说呀，混伤比如维鲁斯、卡莎这种，它带点 AP 伤害的，主打的还是爆发嘛，那代价往往是他们的对拼和持续输出没有暴击那么猛。但云阿娜它又是走暴击的，它又能带 AP 伤害，过去前排它没有办法用蓝盾去凑合了，一样会很痛。配合致命节奏啊，只要有输出环境，云阿娜能做的输出效率，我觉得比轮子妈还高，因为它手真不短，又有小位移嘛，主要输出条件啊太朴素，完全不用熟练度，就是纯走 A， 泽利还可能空 Q 呢，操作细节能聊的也不多，无非就是什么 Q 重置普攻，大招后 EW 取消后摇什么，大乱斗大火无脑玩就完事儿了。这英雄真不难，但新英雄也不是完美无缺啊，我观察下来，这个英雄还是有一些缺点的。首先是阵容搭配上，云阿娜呢更适合铁桶阵，而不是往里冲的阵容。虽然他有位移啊，但他没法配合队友往里进，没法打那种电棍冲刺流的团战。冲刺冲刺！云阿娜的这个 E 呢，也没有泽利那种翻山能力，和男枪差不多，只能翻点小墙，而且 E 还是固定 CD， 不是泽利那种 A 目标能刷 CD 的，所以像泽利能打的某些阵容、某些团战，云阿娜是打不了的。而且大招它有 CD 限制，不像泽利能续，而没有大招呢，云阿娜又没法翻墙 ，E 它只给一个移速，所以它也没法像泽利那样，我利用 E 技能去走到一些比较暧昧的位置，一旦被骗出翻墙，就意味着云阿娜没大招了，而对手一旦选择脱战，团战画面就会很不舒服，这点和泽利很像。当然，它也比泽利好在呢，它的输出效率不那么看大招，毕竟靠开 Q 普攻来做输出的，没打一样打。当然，另一个 AD 通用的问题就是生存嘛。作为走 A 型 AD， 它其实比其他技能型 ADC 啊更吃团战选位。你不能像卡莎呀、维鲁斯那样站得比较远，你得 A， 可你站得太近又会进入到对手的射程。而云阿娜又没有霞那样的大招做自保，几场下来，其实云阿娜暴毙的情况非常常见。NIP 那场我都以为利弗出盾弓要无敌了，结果还是直接被融化。而且很多选手玩这个英雄啊，是很下意识来当泽利玩的，比如 A 打滔博那场就是很经典的切后排，结果没切成。实际上这个英雄的团战选择，我觉得应该像厄斐琉斯神话版那样，就是先慢慢料理前排，然后再找机会狂风进场。不过总体来讲，这个英雄实战表现已经非常优秀了。嘎啦那场5杀局，最后一度能杀到19个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的数据了。而史蒂打 T1 在拿到云阿娜后，也贡献了非常不俗的表现。这个英雄就属于那种优势他贼能上嘴脸，劣势你还一样能指望他，而且版本节奏上他也不是那种无脑吃队友经济等3件套的类型，所以短期内不调整的话，云阿娜都会是版本极其热门且强势的角色。目前来说，我没有感觉特别能克制压制他发育的英雄，只能说得练吧，100%得练的英雄。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了，大伙这期应该能听得出来我声音有点嘶哑，因为这段时间发烧了，身体贼差，喉咙很疼，所以这周就先不做周报了，等下周我身体好一点，再给大伙讲完整的第一轮情况，分享各队的问题，然后这种轻度版本分析的类型，不知道大伙觉得怎么样，能不能更好的帮助大伙去看比赛呢？如果有帮助的话，我会考虑这种类型的视频成为我们频道的常驻节目。那我是元某人，关注我，我会做你的观赛小帮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